最真诚的新年祝福是什么？是祝您永远不伸手借钱。这年头借钱多难呐！跟大哥借吧，大哥让他先找二哥、三哥。他俩要是不行，你回头你再来找我，好不好？李哥，有你这句话，那我就踏实多了。世态炎凉，演技张狂。二哥为了不借钱，假装自己破产，而后着急中风。操，太惨了，钱都没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要演就得演到底。正常中风患者这个穴位他应该反应非常大。来了，继续啊！来到三哥的游泳馆，他这才知道三哥为啥开游泳馆，因为擅长划水。那个大川啊，你看你不着急啊，等我游完再说啊。哎呀，这年轻是真好啊！游16个小时都没啥事儿，就是游时间太长了，有点脱水了。兜兜转转还是得看大哥，怎奈何大哥的保险箱指纹锁怎么也解不开了。下面请欣赏魏翔的即兴表演时刻。哎，出节了！崔志佳导演新片《火锅艺术家》上映了，但是这些喜剧演员即兴的台词和动作让人很难不看下去。崔志佳饰演的男主李如意是个搞艺术的导演，借钱是因为剧组资金出了问题，而借不到钱不是兄弟们不仗义，而是大家根本不看好他能当个电影导演。就连李如意的老丈人资深火锅店主老袁也觉得，凭李如意的天赋，应该做个火锅炒料师傅。你看他胖乎乎的，哪是个讨厌嘛？这不就是个厨子吗？至于火锅和艺术，咱得先说说艺术。李如意一心想做好一名导演，拍出自己的作品，可就在剧组拍摄期间，两个摸鱼的巨物老鹰和毛毛正边吃着火锅，边在背后蛐蛐着组里的各位大佬。没成想，他们忘了关麦。制片主任咋样？导演一不在，他就给女演员讲戏，好多女演员还以为他是导演呢。摄影啊，出口成章。妈了个！你这他妈假以时日，都能活国际大洋。不能因为两个人说了你们一些坏话，你们就受不了。格局胸怀呢，就是人娘们儿。哎呀，本就是草台班子，还不团结，自然成不了大事儿。资方撤资，艺术搞不下去了，这才有了开篇李如意借钱的桥段。天无绝人之路，一次奖金可观的火锅大赛，成为了李如意的救命稻草。只有前3名有奖吗？能在前3名里面待着都不是擅长。一路努力，李如意的艺术家火锅闯入前3，即兴表演继续。于洋饰演的陈华柳长期在全市火锅榜位居第2，听说李如意要超越自己，特地来踢馆。你不是叫陈华柳吗？火锅界的千年老二。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你这是啥意思？本尊到了。这不是编剧写的，是于洋的即兴梗。崔世佳在镜头前差点笑场，但他并没有喊咔，而是想继续看他们怎么往下接梗啊。玩的是这个寓意啊 ！Bingo！ 身为资深喜剧人的卜玉没有把梗掉在地上。你们懂个六啊！就你们这群臭鱼烂虾，根本入不了我哥的法眼。警告过后就得动点真格的。陈华柳聚集人手，在艺术家火锅店预定了5桌位置，准备前去找茬。我们这次去主要是挑他们毛病，万一没毛病呢？那就抠他们细节。他哪知道李如意早就在他店里安插了眼线，这帮人主业不是干火锅的，是干电影的。于是乎，专门为陈华柳定制的一出大戏，彻底把他给演崩溃了。让你挑，你还敢挑我毛病吗？不敢了，不敢了。你今天干啥来了？哎，你别过来啊！我带东西了啊！带啥东西了？我在屁兜放了一个小诚意。搞定了全市第2，接下来就要剑指冠军了。无奈造化弄人，排名第1的最大竞争对手原来是自己的老丈人老袁。这下轮到老袁的大徒弟，由宋小宝饰演的小天开启他的即兴表演了。这就是在阳光下看的东西。看，师傅，看，夜里来到李如意的艺术家火锅店打探消息的小天没有看见火锅店，却看见了西航殡葬席。那艺术家火锅呢？崔志佳把东北告别天团中经典的西行殡葬行搬进新片，还巧妙融合了前作干白活的喜剧梗。那西行，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妈呀！哎呀，你从哪出来的？你吓死我了！哎呀，瞅瞅这个公主抱啊，那调调谁能顶得住啊？要说和宋小宝演喜剧对手戏不笑场的，还得是李坤英。你这艺术家火锅的家咋是这个家呢？我是艺术家，火锅我做的。哎呀，你跟我玩海参炒面那梗呢？我都玩过去了。我有炒面海参在哪呢？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你跟一个艺术家叫艺术家火锅店在哪儿呢？打赌1000块钱的。行，
2000的8000 1万5万，咱还回到1000怎么样？好吧，老鹰也忍不住笑场了，不行，受不了啊！一报还一报，再次回到艺术家火锅店的社会，我宝哥这下可笑不出来喽，因为他已分不清这里到底是殡葬行还是火锅店。我们是不是可以吃饭了？人到齐了，吃吧。谁没了？这个点儿办呢？看看你手里拿的东西，不就知道了。这是我的，再有1000块钱。全篇笑点非常密集，小生在此只抛砖引玉。必须要说的是，崔志佳一直在坚持做喜剧，传递快乐，把那些我们在春晚小品中无比熟悉的东北喜剧风格创新发扬。喜剧不是哗众取宠，喜剧人也绝不是小丑，所以更需要认真。回想2022至23年的东北告别天团2部曲，虽然只在网络播出，但许多网友表示，如果当年上了院线，真有可能成为国产喜剧片中的爆款。哎呀，这不二手乐器吗？极贵。我这是做死亡摇滚的。对呀，死亡我们这有了，你就负责摇滚就完事了。对，这是费用，就这点钱，我最多唱一宿啊。崔志佳擅长的喜剧风格就是用烟火气的日常去讲一些接地气儿的喜剧故事，对于观众们的感受，他也经常自嘲：哥，你当男主太胖了。那咋的？又不是偶像剧。这句话也就放现在说喽，时光倒流12年，咱崔志佳、崔导不照样是颜值担当吗？来，这是100万，离开他。我的爱情是用金钱换不来的，但是你配不上他。颇有道理。别整那些没用的玩意儿，他们只是老了，又不是死了，这不都回来了吗？喜剧新秀们在冉冉升起，这帮老壁灯们怎么可能不与时俱进？啥玩意儿？骂人？小生可没骂人，这正经电影台词儿，不信你看嘛。哎呀，你干啥呀？老壁灯。火锅艺术家是崔志佳的回归，也是再出发。这一次他集结喜剧天团，可不再是来告别的，而是来看你的。我们需要欢乐，需要笑，更需要会讲故事的喜剧导演。你觉得他导演怎么样啊？除了会喊的，开始 action 行。哈，再来一条，就连人家小天都比他想讨厌。没有层次，再来一个。小生最喜欢的是电影的结尾，李如意最后也没有像爽文逆袭一样如意拍出自己的电影，而是回归平常生活，但从未丢失自己想拍戏的热爱和追求。就像电影里说的，人终归要接受自己的平庸，但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当下时代，貌似人生这出戏很多人都导演不好，那么你还有一个选择，回家。准备好了吗？老的，回家放松一下，回家笑一笑，带家人们看一部欢乐的电影，收拾好心情，新年再出发。